普大帝又睡不好觉了。位于克里米亚的最大空军基地居然被炸了，谁干的？俄军损失有多大？不得不说，火力军跟所有国家的看法一样，这是俄罗斯空天军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8月9日，不知道是谁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萨基空军基地种了蘑菇。处于这附近的居民表示，这种了蘑菇真不小，1分钟内至少听到了12次不同程度的爆炸。根据俄罗斯媒体转发的几段视频中，也能看到远处升起巨大的蘑菇云，并且还有黑色的浓烟。在克里米亚半岛萨基空军基地爆炸事件上，乌克兰没有明确公开承认这次爆炸是乌方所为，但同时嘲笑俄方否认遭到攻击。莫斯科称爆炸与萨基空军基地内数枚航空弹药爆炸有关，造成1人丧生，至少13人受伤，否认有任何飞机受损。但是卫星图像显示，至少7架喷气式战斗机被炸毁，还有更多飞机被损坏。虽然俄罗斯不承认这是乌克兰干的，但俄罗斯警告克里米亚的一些地区与战略目标出现高度恐怖主义危险。根据火力军查阅资料得知，发生爆炸的萨基空军机场是俄军在克里米亚最大的空军基地，同时也是海军最重要的岸基航母训练基地，隶属于海军黑海舰队第2近卫海军航空兵师，第43独立海军航空兵团驻扎在此地。配备的主要机型有苏 30SM、苏 24M 以及苏 24MR。萨基空军基地是俄军最重要的航母训练基地，拥有一套完整的尼特卡航空母舰训练系统，由模拟航母甲板的停机坪、滑行道、跑道、机库以及拦阻系统和着舰指挥系统组成。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艘陆地航空母舰。这套训练系统建于苏联时代，苏联解体后归乌克兰所有，以前俄罗斯想用还得给乌克兰付钱租用。2014年，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后来因为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进行大修，俄军舰载机飞行员只能在这里进行模拟训练，重要程度可想而知。关于这场爆炸，俄罗斯首先做的就是否认是乌克兰干的，宣称这是机场上的几枚航空炸弹引爆造成的，机场的弹药储存区也没有遭到外来的火力打击。当然，对于俄罗斯官方口径的说辞，火力军一向是抱以怀疑态度。如果按照俄国防部官方的口径，那么俄乌战争中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俄军基地或装备遭受无法辩驳的重大损失时，即在有视频有图片无法掩盖的情况下，俄罗斯官方一律不承认是乌军打击造成的，通常归结于己方失误，例如莫斯科号火灾，再比如这次空军基地引爆弹药。而当乌军平民及俘虏遭受重大损失时，一律归结于乌军造成。这样的例子可太多了，从布查事件到最近战俘营事件，一律如此。因此，在俄罗斯官方的口径里，本次战争的主旋律是这样的：俄军忙着制造事故，摧毁自己装备，而乌军忙着杀自己的平民和战俘。乌军在打击俄军上毫无威胁，但是消灭自己人消灭得神出鬼没。乌军对俄军毫无威胁，俄军最怕的反而是自己人制造的事故。感情这两边的主题都是我消灭我自己。这次机场爆炸发生后，立刻引起各路媒体和军迷的关注。爆炸原因也众说纷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俄罗斯官方口径的安全事故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是军官违反消防安全，这潜台词难道又要拿烟头说事儿？这可要把火力军逗乐了。现场这么大蘑菇云，就是基地内所有士兵的烟头都砸在地上，也放不出这么大的烟花来。那么应该不只是烟头了，可能还加了几瓶高度数伏特加。如果不拿烟头说事儿，难道是在空军机场旁销毁弹药？火力军相信没有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会这样干，尤其是在军用机场存放大量武器弹药的情况下。另外，也有媒体猜测是不是特工潜入，但该空军基地先后发生了12次爆炸，火力军不认为这是乌方渗透小组和小型无人机就可以做到的。小型爆炸物可炸不出蘑菇云的效果。另外，特工小组如果能渗透破坏俄军重点把守的空军基地，并且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俄军就不光是不得人心，而且智商更是捉急。
外界猜测是不是乌克兰动用了原点 U 弹道导弹，只是这款导弹最大射程仅70公里，就是改进型也不过120公里，在俄军不断围剿下失计已经很少露面，而且乌军距离萨基机场最近距离高达218公里。按照原点 U 弹道导弹射程，基本可以排除它的作案嫌疑。还有一个怀疑对象就是乌克兰版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也就是雷霆2弹道导弹，最大射程500公里，专门用来精确打击机场上固定停放的飞行器。用弹道导弹打高价值目标，乌军也不是第一次用了，并且每次战绩还不错。俄乌冲突初期，乌军战术导弹旅曾发射数枚原点 U 攻击俄军前线军用机场，造成至少1架苏30战斗机被摧毁。以原点 U 弹道导弹攻击了俄军登陆舰，当时停靠在别尔江斯克港口的多艘登陆舰1沉2伤。排水量4700吨级奥尔斯克号沉没。虽然俄军部署了 S-300等防空系统，但对于这些袭击反应都不是太理想。包括这次机场被攻击，也是光挨打不反抗。最后一个猜测就是乌军使用了海马斯火箭炮，这也是目前主流的看法。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乌军把它夺回那是天经地义的。这么大的威力爆炸，要是说没有军事力量介入，谁信？不过，该空军基地距离乌军最前线的赫尔松都有218公里，超过目前美国公布的所有援助武器的射击距离。根据之前乌克兰前安全顾问的说法，其暗示很有可能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投入使用了。火力军在之前海马斯战果那期视频中分析了美国为防止乌军攻击俄罗斯本土，从而使局势扩大到无法预测，一直不肯将射程300公里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援助给乌克兰。那时候也提到过，美国有可能会偷偷援助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被炸机场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海岸，距离乌克兰重要的港口城市敖德萨距离不到300公里。这在海马斯的射程里，1分钟内12次大爆炸，正是2辆海马斯齐射的火箭弹数量。但俄乌双方都对此事讳莫如深。不过这次打的是克里米亚，你说是俄罗斯领土吧，人家乌克兰又不认。乌克兰人一直都认为这是乌克兰的固有领土，因此应该也不算是打脸吧。其实如果真是陆军战术导弹的话，也说得通，毕竟美国最近几批的援助清单都因为保密原因隐去了很多东西，乌克兰方面同样也在保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前2天刚爆出来的 AGA-88G 反辐射导弹残片照片。所以这次除非俄方自己能公布调查结果，否则乌方和美方都不会说是什么东西打的。但俄罗斯已经第一时间出来辟谣，声称是自己引爆的弹药爆炸，那么俄方肯定是不会公布调查结果了。因为此前俄罗斯多次放狠话威胁，如果美国提供海马斯的陆军战术导弹，就等同于美俄之间开战。尤其是俄罗斯明确要求，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大桥不得受到轰炸。但此一时彼一时，以前北约还只援助单兵防空反装甲武器呢，现在不是照样给了装甲车跟火炮吗？乌俄双方心照不宣，对此不予以公开，也有各自考虑。乌军本来是想用海马斯把克里米亚大桥给炸了，断了克里米亚俄军的后路，然后来个瓮中捉鳖。不过美国公开表态不让这样做，所以乌克兰现在打个擦边球，先炸个机场看看美俄反应。对于俄罗斯来说，承认是海马斯干的，那不是向美国宣战吗？要不然普大帝的尊严何在？所以现在都在打马虎眼儿。因此不出意外的话，跟海马斯配套的300公里战术导弹已经到货了，这就意味着海马斯坐着不动就能横扫四周。这样一来，乌克兰在战场上能取得非常大的优势，一来能炸到克里米亚俄军后备部队和弹药库，更重要的是可以精确打击俄空军的机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空军的出勤率。另外还可以有效地在更远距离打击俄罗斯炮群。这就意味着 F-16入场前，乌军可以凭借海马斯有效遏制俄军炮海战术。如果乌军海马斯陆军战术导弹运用得当，外加美国援助的反辐射导弹，2种导弹配合使用，一个致盲，一个点名，再近点的用制导火箭弹，这样乌克兰的近中远火网就会构建完成。只是目前还没有 F-16，所以还无法对付俄军轰炸机。
不能主动攻击俄军超远程导弹阵地是乌军唯一的短板。但显然，乌军早就看克里米亚军用机场不爽了，所以刚拿到导弹就迫不及待干了2发。70公里射程的海马斯就已经让前线战场的俄军睡不好觉，300公里射程的海马斯恐怕会让后方俄军也睡不好觉了。所以现在乌克兰也不承认是乌军所为，但一位熟悉情况的乌克兰高级军官表示，乌军是此次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这个空军基地经常起降战机，袭击乌克兰南部战线的部队，对乌军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我们要拔掉它。不过，这位军官并没有透露武器类型，这应该也是有意排除美国援助的影响。但克里米亚是属于乌克兰，不属于俄罗斯，这在国家上都是一种共识。白宫发言人针对这个问题回答称：“我们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与完整，将会继续确保乌克兰能够抵抗俄罗斯的无端战争。”白宫价差直接说，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是自卫行动了。现在，俄方为了保住开战之后唯一占领的赫尔松，正加大力气从乌东抽调兵力和装备支援赫尔松。而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咫尺之间，俄罗斯丢了赫尔松的话，那克里米亚也就洞开了门户。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军再次对俄方正修复的安东诺夫斯基桥发起打击时，俄军家属也开始撤离赫尔松，显然已经做好了跑路的准备。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军多次宣称计划摧毁克里米亚大桥。为了应对可能遭到的袭击，俄军也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在桥附近的海上部署了装备角反射器的船舶，可释放烟幕的车辆也多次在大桥上进行训练。而角反射器就是为了对付主动雷达制导弹药的干扰设备，烟幕则可以进行遮蔽，干扰光学制导的弹药。俄军还进行释放烟雾误导乌军炮火的演习，结果因为事先没有通知，还造成了车祸。事实上，克里米亚附近的俄军改造军事设施已经被摧毁过，黑海舰队驻地在俄海军节当天也被袭击过。前些天，瓦西里拜科夫号护卫舰也被拍摄到尾部被烧焦的痕迹。克里米亚遭袭和俄罗斯此前与乌克兰交界的别尔哥罗德等地还不同，虽然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但俄罗斯自己则视为理所当然的领土。在俄罗斯的宣传中也强化了属于俄罗斯的说法。现在克里米亚遭袭，等于直接将军，你能奈何？还记得之前因为儿子被驱逐气疯的梅德韦杰夫放的狠话吗？若是乌克兰胆敢袭击克里米亚，那么其就将很快迎来末日。但乌克兰可不会接受这样的恐吓，很明显，泽连斯基就是要打脸。你俄罗斯能咋办？现在海马斯已经是俄罗斯能承受的最大极限了，未来 F-16在进入战场后，你俄罗斯又能咋办？既然常规武器打不过，那要用核武吗？普大帝可是刚刚表示过，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与存约国，我们谨遵文件内容与精神，核战争不应被发动，核战争更不会有赢家，我们又不傻。万一挑起核战争，对手可不再是乌克兰与海马斯了，而是要面对世界上的其他大国了。所以当俄罗斯加大力气保护克里米亚大桥时，忽然发现乌军打的是老巢。这就像二战时法国人倾举国之力防守马奇诺防线，结果人家德国人根本就绕到他背后去打。不过俄方拒不承认是乌克兰干的，那也就不存在报复了。就像伊朗的石联炸不承认是以色列干的，那也就不存在报复以色列了。这是个完美的逻辑链条。刚访问完德黑兰的某京，看来没有两手空空而回，至少从伊朗那里学来了如何应对被无端轰炸但拒不兑现狠话的应对方式。若爆炸灾情属实，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国空军最大单日战损，同时意味着乌军的敌后特战能力高于外界评估。泽连斯基表示，在战争结束前定能将克里米亚夺回。俄乌战争未来数周可能进入新阶段，乌军在3月及5月分别将俄军赶离基辅和哈尔科夫后，目前战略为收复被俄军占领的南部城市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乌军目前在赫尔松地区集结了3个旅的部队，大多数部队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但集结规模还在继续增加中。如今，乌军在赫尔松附近的活动日渐频繁，爆炸事件可能会为乌克兰的反攻拉开序幕。美国正在加大援助力度，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俄军的日子也会变得越来越难过了。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